没有最难这个真的。从事这个行业20年吧，应该算是我们写的最难的剧本。对，平均稿量好像是7稿到8稿。在改编创作动画《诡秘之主》剧本的过程中，觉得最困难的是哪一部分？因为《诡秘之主》它整个世界观的构架是非常漂亮的。它里面有很多重要的信息，它是一点一点铺过去的，但是它有时候它跟那个人物的成长线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如果你去讲人物的成长线，你可能就会要舍去一些世界观的叙述。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就涉及到非常多的取舍的讨论，然后你就会去拉通整部书，或者说后面更长的剧情去看这段剧情的取舍。就它保留的方式也有很多种，有的是你在台词上面可以去保留，还是你用画面的方式去保留它。就在这上面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讨论。剧情取舍遵循的原则，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吗？肯定还是尊重原著的，看改编能不能体现原著的一些世界观呐，还有它的情感。除了取舍的难题，创作思路上还有什么难题？累积我们梳理完结构，梳理完要讲述的内容，梳理完主线过后，它其实还需要一个破题点，就是怎么引导观众从这一集的角度顺畅的把故事看下去。因为讲述上面它有几点难度。比如说人物，大家关心主角的成长，关心主角在世界观下面的一些碰撞，可能吸引度会很好。但是后面他比如说你要去讲序列，或者是你要讲一些诡秘里面的知识，可能有部分观众他可能接受度就会变低。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在创作过程中间去梳理，你怎么样能够把这一切的东西通过一个比较好的点切入进去讲。我们在改编当中最难的一集做了多少版？我还是那句话，没有最难这个真的。其实很多集我们基本上都是8稿以上吧，多的是更多。我们平均稿量好像是7稿到8稿。那我们的编剧团队有多少人呢？我，然后还有熊导，我们3个人，常常就我们3个人。我对觉得这种碰撞是很好的，思维碰撞嘛，就是很多新的解题思路，比较好的台词和比较好的点，都是在焦头烂额的碰撞中去碰撞出来的。我常常和刘总还有熊导，我们常常说，我们还是被敏感女神固有的。剧本创作过程中跟原作者乌贼老师有什么样的互动？我们比较频繁的在交流，比如说我们怎么去规划这13集每一集的内容，讲述的重点，每一集的剧本完成过后，也还是有比较密切的交流。我们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也很兴奋的点，就是乌贼老师在这方面的专业度超乎我们的想象，就感觉他是一个对编剧、对影视的表现，他是非常有自己专业的理解的。然后他也能指出我们一些在过程中间我们更多的是偏向于影视的表现，但是他在世界观上面他更严谨的一面，他毕竟是世界的塑造者，他的理解是更深层次的。动画《诡秘之主》马上就要上线了，心情怎么样？这么一个好的 IP， 这么好的一个故事，这么好的人物，有机会能够展示在观众面前，能够跟大家产生互动，如果能够产生共鸣，这是我们最期待的一个。喜欢的角色在一个大屏幕上去活动起来、鲜活起来，就挺好的。一句话推荐《诡秘之主》动画，就是值得期待。